這是一張繪製於15世紀的地圖，它提前300餘年繪製出了南極洲的輪廓。數百年的時間裡，它靜靜地存放於土耳其博物館中，無人問津，直到上世紀20年代才被發现。此地圖殘缺不堪，專家斷定它僅為完整版的1/5，但卻絲毫不影響其價值。這便是曾轟動一時的雷斯地圖。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29年，此時的土耳其剛剛建國不到6年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导致土耳其始終處於外戰和內爭的狀態，所以國家博物館這種機構一直沒有受到關注。1929年的一天，館中的工作人員在清理倉庫時偶然翻出了幾張破舊的羊皮紙，其中一個便是後來引起全球轟動的雷斯地圖。之所以叫這個名字，原因也非常簡單，因為它的作者便是土耳其海軍上將皮瑞雷斯。地圖的繪製則是1513年，這幅地圖的尺寸約為60×90厘米，其中清晰描述了大西洋和南美、北非以及歐洲的部分地區，但它卻不是完整的。首先是地圖右側邊緣有被整齊裁剪的痕跡，其次是地圖那間隔距離相等的5個紅點。如果將這些紅點相連的話，就會得到一個圓形，那便是完整版的雷斯地圖。由此，外國學者判斷眼前的残片占全部的1/5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幾百年前的殘缺地圖會引起轟動呢？以至於就算到了如今，也有不少人對此分外痴迷。現在先讓我們從地圖西北方向開始，這裡有着4種不同顏色和種類的鸚鵡。皮瑞雷斯在一旁寫道：此處居民皮膚黝黑，以鸚鵡肉為食，用鸚鵡羽毛裝扮自己。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。再往北邊看的話，還有一幅奇特的場景，一條巨大的魚上面坐有2個人，兩人在魚背之上生火進食。皮瑞雷斯在一旁寫道：此處居民不懂言語，以水為家，以大魚為食。看着這裡，相信大家已經猜到了，皮瑞雷斯所畫的應該便是生活在北極圈附近的愛斯基摩人。而在地圖中，像這樣奇特的物種還有很多，有像卓博卡布拉一樣的犬類，還有長有獠牙的麋鹿以及生有獨角的牛。不過最為奇怪的便是這個無頭生物，它沒有頭部臉，卻長在身體之上。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《山海經》中上古之神刑天。傳聞刑天被皇帝斬首，但他卻以雙乳為目，肚臍為口，繼續存活。整體形象和雷斯地圖中的非常接近。而右側非洲板塊則更加真實詳細，圖中的生物幾乎現如今都能找到。但如果僅僅是這些的話，絕對不會引起全球轟動。畢竟15世紀已經湧現了很多出名的航海家，世界地圖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。可隨後人們很快發現了一個讓人震驚的現象，因為雷斯地圖的繪畫方式為空中鳥瞰，也就是現在俗稱的從上而下的上帝視角。如果將衛星拍攝的地球照片與其對比的話，就能發现美洲和非洲的海岸線幾乎一模一樣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重合。但最令世人不解的卻是地圖的最下方，皮瑞雷斯居然把南极洲的轮廓都畫了出来。要知道，雷斯地圖是在公元1513年繪制完成的，可南极洲最早被人類發現卻是在18世紀初期。也就是說，皮瑞雷斯在南极洲被發現的300年前就把南极洲的轮廓繪制出來了。可能有觀眾會認為雷斯也許真的乘船抵達過南極，只是沒有對外聲張此事，但這種猜想實際上是根本做不到的。因為即便是如今人類想要去到南極，也需要借助破冰船，並且還得提前準備好充足的物資。在雷斯所處的15世紀根本做不到這些，並且那個時代的航海家对於這種事情不會選擇低調。要是真的登陸或接近過南極洲，肯定會第一時間對外宣揚。但震驚世人的細節還遠不止於此，因為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，人們才發現雷斯地圖繪畫的南極洲居然是未被冰雪覆蓋的。1513年繪制的地形竟然和1952年用回聲探測儀探出的南極地形一模一樣。要知道，南极洲的冰雪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动輒都有着数百萬年的歷史。在皮瑞雷斯所處的年代，想要做到這些根本沒有任何可能性。講到這裡，不由得有點後背發涼。沒有人知道數百年前的雷斯是如何得到這些數據的。也許所有的答案都存在於另外幾張遺失的地圖中吧。